中国也是拜登政府乃至历届美国政府甩锅的重要对象。我们中国人对这种事情已经是习以为常，见怪不怪了。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包明说。这期话题我们说说美国电力短缺，甩锅给万里之外的俄罗斯。那真俄谁才是拜登的背锅王呢？据今日俄罗斯电视台报道美国总统拜登6号宣布美国进入能源紧急状态，说潜在的电力供应短缺已经危及到美国的国家安全和生活质量。拜登在紧急声明中说，多种因素正在威胁美国提供足够电力的能力，这些因素包括俄罗斯进攻乌克兰导致的能源市场的中断，以及极端天气事件。这不是拜登政府第一次为能源问题指责普京了。几个月之前拜登就创造了一个词儿，叫普京涨价，说美国物价上涨的70%都归罪于普京提高汽油价格。不得不说拜登政府上台以来说过的所有的政治谎言当中，这一次是最没水平了。拜登政府这一次把美国电力短缺的黑锅甩给俄罗斯，这完全是不动脑子。美国自己就是一个石油天然气的生产大国，同时也是世界上的电力大国，而且美国的石油天然气在国际市场上和俄罗斯是存在竞争关系的，把俄罗斯搞垮了，美国不是非常有利吗？在这种情况下，拜登政府竟然把国内的能源短缺或涨价归咎于俄罗斯，指责俄罗斯破坏了国际市场，还有比这更荒唐的吗？那么美国油电短缺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呢？完全是因为美国政府自己的倒行逆施。拜登政府上台的第一年就搞砸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那就是美国国内的物流运输。2021年在美国东西海岸的主要港口都发生了严重的堵船堵货。虽然中国的企业按照合同正常向美国供货，可是这些产品运到了美国港口以后却卸不了货，上不了岸，或者是运不出港，因为没有足够多的货场，没有足够多的卡车，没有足够多的司机，很难进入美国国内市场，导致很多超市上空城计。另外，拜登政府为了安抚国内民众的情绪采取了疯狂的印钞政策，直接向美国的家庭发放现金补贴。这看起来是挺把老百姓当回事的，可是东西少了，纸币多了，必然会导致物价的严重上涨。可能有人会说，中国产品是从海外运进美国的，汽油和电力却是从美国本土生产出来的，这两种东西并不需要经过港口，那为什么也会短缺涨价呢？疯狂印钞票所带来的涨价因素会影响社会经济的方方面面，任何一种商品都逃不掉，其中当然也包括汽油和食品，这是一个水涨船高的原理。另外，乌克兰战争的爆发，美国强行要求欧洲不要再从俄罗斯进口石油和天然气。美国并不是说说而已而是采取实际行动降低欧洲对于俄罗斯能源的依赖。其中很毒的一条就是向欧洲大量的出口美国生产的石油天然气产品，而且价格远远的高于俄罗斯，这就让美国的能源供应商乐不可支既然海外有更多的钱可赚，美国政府又没有发改委这样的机构来进行宏观的统筹调控，能源供应商们为什么要在国内卖低价，而不到欧洲市场去大赚一笔呢？至于电力问题，美国的电网是好多家私人企业在运行，太平无事的时候还可以并网，有点风吹草动就会个人雇个人。德克萨斯州这样的地方故意跟全国电网切割，所以美国市场上的短缺和涨价完全是因为美国政府自己的内外政策导致的。拜登的谎言有多少美国人能够看破呢？我们也很难做出结论。但是他既然选择了甩锅，而不是老老实实的面对实际问题，那就意味着拜登政府未必有多少真心诚意去解决国内的能源短缺的问题。中国也是拜登政府乃至历届美国政府甩锅的重要对象。我们中国人对这种事情已经是习以为常，见怪不怪了。好，这句话题就说到这里。